因为马来西亚现在要来实现这个2050年净零的一个目标嘛，那其实我相信台湾在这方面是蛮有经验的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国内有一家洗发精的厂商，它就是以绿色与这个气候变迁这个议题为主，那个瓶身它就是可以再利用，或者是它这个瓶身它有一个咖啡豆，它种下去树里面，它就可以上树，然后可以去吸收碳。最近我相信很多银行业者会对企业要求，你的 ESG 写的怎么样？你的 ESG 执行的怎么样？那现在大家目前的 ESG 报告书里面都是质化，没有量化，也就是说没有把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啊，或者是你的减量目标放在里面，没有数据。其实每个企业现在开始做，然后对于它未来的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很有帮助，企业未来的订单是很有影响的。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BFN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要来聊的就是现在企业非常关心的议题，那就是企业碳管理。那么希望这个时候在收看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要按赞以及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特别是在 YouTube 观看的朋友呢，一定要赶快来订阅我们啊，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精彩的影片。那么其实就在今天录音的前一天啊，今天是7月3号嘛，在7月2号的新闻呢，我们就看到有在报道说，欧盟准备在2026年呢就要来启动所谓的碳边境调整机制啊 ，CBAM。那其实这个将会对我们的企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影响呢？我相信很多的企业家或者是企业朋友们呢，都非常的关心这一块啊。那我们也看到说，刘振东他就表示说呢，我国必须要开始进行碳定价，以促进碳交易，并在某个时候呢考虑碳税收。那么他表示呢，这个大马要来实现净零排放，其实就要为这个企业来制定一个全面还有详尽的这个减排还有转型的计划啊。那我相信很多的企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有跟欧盟的国家做生意的企业的话呢，你可能看到这里心中就会有很多的疑问，甚至可能有一点点的焦虑哦。你不晓得到底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那节能减碳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概念？我想过去可能大家有接触，但是如何在企业里面节能减碳，那我想这个也是大家可能现在非常想要去进行已经关注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要如何才能够符合欧盟的标准呢？那世界上其他的地方的标准又是什么？那要来回答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来自台湾的永志顾问的营运长严素娟严女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素娟来跟我们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好，主持人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ora， 我来自台湾永志顾问，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哈，这不管是碳边境税啊，或者是其他的气候变迁等等的议题。是，那我就称呼你 Dora 好不好？好 Dora yes， 好，这样比较亲切一些。对，大家也就这么称呼我。好，可以。那其实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永志顾问你们是成立于2003年嘛？是，对。然后你们的服务的范围呢，还就是包括了像是帮助企业减少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然后呢也提供政府政策规划，还有这个企业碳管理，还有这个国际气候项目等等啊。你们服务的项目蛮专业的，也蛮多的这样子。那其实我蛮好奇的，就是 Dora，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这家公司，然后进入这个行业的呢？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先介绍一下你的背景？应该是这样讲哦。其实我本身是读外交的哈，然后呢，读完之后就是从美国回来台湾的时候，然后我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后来在2004年加入这家公司。那其实一开始哦，我是秉持着其实我不是这个背景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比较少人知道气候变迁的议题，我其实对这个议题没有那么的相信。
那个时候。但是呢，随着时间的移转，我发现这个议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这几年我们看来就是气候变迁的问题造成，比如说下大雨啊，或者是高温啊这种极端气候的然后让我有这个更多的使命认为我们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样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呢，身为永志顾问这家公司的一个营运长啊，我蛮好奇的，其实你每天在公司里面的工作，你一天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子的？OK， 其实当营运长就是大小事都要做好，包含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的客户的一些需求，或者是解决一些有些政府上的一些法规政策的一些个问题，我们也都是需要去做这样子。大概每天的 daily life 其实都是蛮紧凑的这样子。对。而且我发现说你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教育。对。因为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你呢，是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啊，你非常详尽的来跟大家解释什么是碳足迹，然后如何节能减碳，然后跟企业的关系是什么，那为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我相信你在做了这么多的教育工作之后，你一定就是随手拿来可不可以先来回答我们的这些企业朋友们的一个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减碳或碳足迹，在特别是对于欧盟国家来说，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样子的重视呢？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CBAM 是结果。那其实早在2005年开始，欧盟这边他们就已经制定他们自己的本身的叫做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机制。那他们制定这个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机制，我们姑且称它为 ETS， 比较简单。他们制定 ETS 就是要来管制他们欧盟的一个比较大排放源的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那因为他们已经管了他们自己嘛，他们企业就会讲啊，你们管了我们自己，我们的碳成本增加了，可是我们进口到欧盟的这些厂商，他们却没有任何的碳，他们变成是他们在外面生产，但是他们泄露更多的碳嘛，排放更多，所以才有现在的就是所谓的碳边境机制。也就是说，未来厂商如果出口他的产品到欧盟备受管制的一些产品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去付相对应的碳的一个价钱。好，那姑且我们就称它为 CBAM 这个机制这样子。那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全球都是要进到欧盟的这些企业，他必须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扣合到刚刚主持人一开始提到的，就是马来西亚未来会做碳定价。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欧盟他们这个规定是说，如果你自己的国家有这样的碳定价的时候，到时候比如说你本来要缴给欧盟一吨碳是比如说2500块，可是你马来西亚自己有碳定价是500块，你只要缴2000块。你是想把钱留在马来西亚，还是交给欧盟？但是想要留在国内，对嘛？是。那所以说，为什么我相信很快的，我们在马来西亚政府会很快的把这个机制赶快弄起来，因为2026年就开始欧盟就必须要缴这个样的一个税了，这样子。是。那其实据我了解，你们公司呢是全台湾第一家推出所谓的 AI 碳风险管理系统啊。这个系统里面其实它就涵盖很多了，像包括是这个 AI 的碳盘查、碳足迹、成本评估等等啊，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啊。可不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这个 AI 碳风险管理系统？它是如何去诊断企业的碳风险，然后怎样子帮助企业来做到这个减碳的一个目标呢？好，这个其实我们是有专利的哈，目前我们有3张专利在这边哈。企业哈，它要做减碳的时候，它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盘查他自己，因为他要先认识他自己，知道说，你到底会排多少碳。然后才能够去做后续的我要怎么减嘛哈。那我举个例子来讲说，像我们做，像我常常在举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做减肥，你一定是先去 examine 你到底是哪里比较可以减嘛哈。那盘查的议题就是说，也就是同样的，你先知道自己哪里的多少的排放量，然后哪里是可以减量的。好，那因为呢我们在做盘查的时候都是人工，以往都是人工来做，那人工来做耗时又
又耗金钱。好，那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想说，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些所有的程序都变短，然后呢，你的成本变低？因为我们在做温室气体盘查的时候是每年都要做，它不是只要做1年。好，那因此我们就想说，那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工具可以来协助企业，尤其是不管是大企业或中小企业，那尤其是中小企业，他们的人力啊，或者是他们的那个经费又是更有限制嘛，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这样的工具来协助他们，来每年都来做盘查，那并且能够去诊断他们未来的一个碳的风险，这样子。那我相信其实借助科技的方式呢，大家就可以更加的省工，更加的轻省啊。因为其实我相信过去在协助企业节能减碳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应该就深刻的了解到，其实企业遇到的困难是什么。我相信包括这个人力的问题，还有可能要一开始就要来面对的这个新的一个形态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丈八金刚抓不到头脑啊。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身为一家顾问公司，你们会怎么样子帮助这些公司去一步一步的去进行节能减碳或者是碳盘查所有跟碳相关的这些业务呢？我们首先因为我们要先找他们的痛点。什么是痛点呢？就是说我们会想知道说，这家企业是现在目前遇到法规的问题，或者是他目前遇到的是供应链的要求，比如说品牌商要求他，比如说Apple 要求他要怎么做。好，那我们会先了解他的痛点。那知道痛点的时候，我们针对他的痛点去帮他下策略。那当然不外乎就是说这些痛点，我们这样讲，如果是法规，它也会有一个目标嘛。好，那不管是品牌上也会有一个目标。那我们针对他的目标，我们就会把它先诊断出来之后，然后并且告诉他，根据他的一个目前的现况去帮他做盘查，然后甚至呢，就是告诉他，你如果要达到那个目标的话，你应该下怎么样的策略。那当然这里面非常关键，就是说因为每一家公司的资源都有限，不管是经费或者是人都有限，所以我们会针对适合他的先去帮他下策略跟建议。了解，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些成功的案例呢？我相信在公司运作了这么久了之后，你们一定是帮助过了很多公司走过这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旅程，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好，我先分享中小企业就是我们有一家中小企业是做金属加工的。那金属加工它的产品是什么？就是我们想象那个风力发电 offshore 的风力发电的底座。那它一开始呢，其实它在还没有做之前就也不晓得要怎么做，所以他后来找到了我们给他提供的这个 full package。 什么叫 full package？ 就是说从盘查开始，然后从盘查开始我们就知道他的一个排放量，然后知道排放量之后，我们就帮他下他的减量目标的策略。那并且呢，协助他去把他的减量目标登录在国际上的一个平台，叫做 SBTI 的平台，就是科学基础目标，叫 Science Based Target 的 Initiative 的平台。然后因为有登录平台之后，国外的厂商看到他。供应链的大家看到他有这个，所以他从他的订单，从国外的订单，从短期订单变成长期美国的长期订单。现在目前是大概有5年的订单。那所以他也告诉我们，在台湾有一家厂商，因为知道他们有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跟议题跟减量的目标，所以呢，他本来给他50% 的订单变成100%，他是非常的开心这样子。好，我们也觉得与有荣焉，能够帮助到他这样子。对。那会不会有一些的企业呢，他就觉得说，反正我也不是跟外国做生意啊，我可能我的市场全部都是在国内，那这件事情好像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他就不关注了。对于这样子的企业的话，这个想法正确吗？因为感觉上很像保护我们的地球跟保护我们的环境，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去尽一份心是蛮重要的。你会不会也想要对这些企业来怎么样子喊话一下？好，这其实我们也有案例我们有一个客户，他是螺丝业。那螺丝业它如果现在出口到欧盟的话，一定就会受到
碳边境的管制嘛哈。可是你想象哦，螺丝叶的上游它是盘源商，盘源商没有直接出口，可是问题来了，它这个螺丝叶哈，它要算它的单位产品的一个碳排放量的时候，必须要去算到它的原料，也就是那个盘源。好，那所以说，你觉得盘源它没有受影响吗？有哦，因为如果你的盘源的排放量比别人同行的高，它可以不采购你的，因为对于螺丝业本身来讲，这是它的成本。哦，你的排放高，它就变成它的成本变高，它的等于是它获利变少，也就是说，它未来会去找比较低的一个盘源的排放量的厂商，所以对你是有影响的。所以你不要想说是你自己没有出口就没有影响 ，no， 你的下游只要是有出口的，其实对你都会有影响，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想随着我们的这个气候变迁这个议题的一个大家的关注的程度变高，其实每一个我们像民生用品也都是会受到这样的关注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国内有一家洗发精的厂商哈，它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它在它的品牌的操作方面，它就是以绿色与这个气候变迁以气候这个议题为主，所以它做得非常好。比如说它自己的那个瓶身，它就是可以再利用，或者是它这个瓶身它种下去，它有一个咖啡豆，它种下去树里面它就可以长出来。长树，然后可以去吸收碳，所以这个其实对其他的产品啊，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考的商业模式去转换这样子。特别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的消费习惯，他也会去关注说这个企业的形象，对你是不是对于地球、对于环保的这个议题，你是不是足够重视？那如果你足够重视的话，就会吸引更多年轻人他的购买的意愿啊。是。那其实这样听下来，很像感觉上。也不只是这个制造业，或者是做大量的工业生产的这些的企业需要去关注到这个碳边境的问题，好像其实各行各业似乎都需要去把这件事情给关心起来，是吗？是，我再举一个例子哦，就是我们有一个餐饮集团的一个客户，那他在去年的时候就推出了这个碳中和的月饼跟碳中和的一个办席的一个晚宴，结果受到非常大回响。那尤其是这些金融机构，因为你就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回响？好，那原因是因为不论是这些金融机构，他们在算他们的碳排放量的时候，他们只要算到他们的我们叫做 Scope 3， 好，范畴3，他们就需要算到说他们的消费是会排多少碳，所以他们去找了这样的一个碳中和餐厅，等于是没排碳嘛，所以他们无形中我们这家餐饮的机构，他们餐饮的公司，他们就在去年的尾牙的这一段呢，他们其实就增加了非常多的营收。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听到这边的时候，可能就会认为说啊，我想要重视这件事情，但是我担心就是这个成本的问题啊。那比如说要去 hire 像你们这样子的顾问公司，会不会很贵呢？我要这样讲，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第一步是一定要出的。不过呢，因为我们有 AI 碳盘查系统嘛，就是都是云端的哦。那你未来就是每年你就可以自己来操作，其实相对来上是应该是成本是降低的才对。了解。那么其实回到我们马来西亚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我相信其实贵公司可能这次过来马来西亚也是了解更多当地的情况，是你们应该也是有意要在这边来进行一些发展呢，或者是帮助我们这边的企业，是吗？是，就是这几天我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议题，因为其实我去年就已经来过马来西亚，那时候呢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受到关注这个议题。不过我今年来非常不一样哈，经过了大概8个月而已哦，表示这个我们在马来西亚这边呢，大家的这个议题的关注度哈，就是非常的提高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我们这20几年的经验，能够来协助这边的一个企业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共同的
使命这样子。你们公司跟大马绿色商会签署了这个合作备忘录嘛啊，是。那么致力要在马来西亚推广你们的这个 AI 碳风险的管理系统。那现在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推广已经大概到一个什么样子的阶段？已经有跟企业来进行接触了吗？目前是有的。对，昨天我们其实也有在台商的那个总会，我们也有开这样子的一个说明会，感觉到大家对这个议题真的是蛮关注，也蛮有兴趣的这样子。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啊。然后其实因为马来西亚现在要来实现这个2050年净零的一个目标嘛，那其实我相信台湾在这方面是蛮有经验的啊，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要达至2050年净零这个目标，其实你觉得你会给出一些怎么样子的建议给我们呢？2050好像很远，大家觉得这是长期目标2050，可是中期的目标是2030。2030其实离现在其实不远了哦，是现在是2024的，已经到了2024年年中，只剩下5-6年的时间了。没错，那做这件事情又不是短暂时间，但是呢，一样就是说，要在做这件事情，一定要先了解自己。也就是说，我刚刚说的第一步就是盘查你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第一个步骤，然后立下目标。因为如果当你有盘查的时候，2030年如果跟大家同步，要减到42%。好，你有基线嘛？基线就是你现在知道比如说你现在排100吨。好，那你知道你2030年就要变成减42吨哦，就变成只能排58吨。所以你有了这个目标之后呢，你才知道你每一年大概要减多少的量，减多少量，你才有那个经费，或者是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完成这个你的一个 action 的一个目标这样子。你会不会建议说，企业其实在设定目标的时候，要多设定一点点，不要设定的刚刚好。当然啦，如果可以的话，不过这个还是要看每个企业的资源的一个状况，这样子，还有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经营的策略，我觉得这是相扣合的。我应该这样讲哈，我现在看到比较多成功的案例是，他们对于未来企业的经营的方向是跟现在的这个减碳议题扣合的。我觉得这是比较多成功的一个案例，这样子。那么其实不管是2050年、60年，我相信这个碳边境的议题也好，或者是说这个节能减碳，这个是我们人类大家一定要去一起努力、共同去奋斗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事情市场上面，不管是在技术上，或者是在做法上面，它未来一定会有一些改变。那我相信，其实你们在这个业界已经非常久的时间，你们肯定已经看到了一些趋势啊。可不可以在今天的最后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些新的做法，或者是新的趋势，是你们公司想要去往前再去推进的呢？关于这个部分因为新的科技一定会不断的上来，那有的是已经有了，可是它还没有办法商业化，因为成本太高。那但是呢，就是说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议题，就是说，其实每个企业现在开始做，然后对于它未来的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很有帮助。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最近我相信很多银行业者会对企业要求，你的 ESG 写的怎么样？你的 ESG 执行的怎么样？那现在大家目前的 ESG 报告书里面都是质化，没有量化，也就是说没有把你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啊，或者是你的减量目标放在里面。没有数据，那但是这个未来一定是一个趋势，一定是会被要求的。那我觉得企业必须要在现在就开始来做，说，思考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达成这个目标，然后呢，并且去编列，所以说每年的一个进程的一个预算，或者是它的一个减碳的动作哈。然后当然我们不能够等到说所有的都ready 了，我们才去做。如果你没有现在做，那你可能就太慢，因为别人做了。那我觉得这个对企业未来的订单是很有影响的。大概是我们不能够空口说白话了，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量化，对不对？我们要减排多少，我们一定要把它数据化、量化，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付诸实行去做嘛，对不对？对，是。好，那今天最后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吗？我想也在这里大概呼吁一下哈。虽然对企业来讲成本跟我们的一个营收是非常大的，不过再怎么样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为下一代努力，留下一个永续的地球。
好，一起请大家就是跟我们一起来努力这样子。好，今天非常谢谢来自永志顾问的营运长严素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谢谢素娟，谢谢。那不晓得大家对于碳边境管理，还有对于这个节能减碳，还有企业扮演的角色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想法，都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那也希望大家呢，这个时候如果在 YouTube 观看的话呢，一定要记得要按赞、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